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订阅我的相亲故事分享。要是觉得故事精彩，别忘了打赏，请丽姐喝茶呀。今天咱们聊个有点尖锐但又特别真实的话题：优质大龄男女的相亲困境。你们说，为啥那些条件挺好的大龄女性常常单身，而同样优质的大龄男性却早早被女人定下了呢？今天丽姐就跟大家好好唠唠这个事儿。先给大家讲个最近发生在我婚介所的相亲故事。前阵子来了一位年纪偏大的女生，咱就叫她小雪吧。小雪今年35岁，外形条件那是相当不错，身高170，身材苗条，走在街上回头率挺高的。工作呢也稳定，收入相当可以，家庭条件更是优越，父母都是那种特别开明，全力支持女儿追求美好生活的人。可就这么个条件好的姑娘，却一直单着。她也尝试过不少次相亲，每次都没啥结果，不了了之。要说小雪对另一半的要求，那可真不低。她跟我说，男方身高必须180以上，年收入得100万以上，事业得有成，最好是本地人，性格还得温和，对父母要孝顺。乍一听，这些要求好像也没啥毛病，哪个姑娘不想找个高富帅呀？但这里面的门道可多了去了，现在社会上能符合他这些条件的男士，那真是屈指可数。就算有那么几个符合条件的，年龄大多也不小了。而且这些条件好的男人，人家自己选择也多，很多人对35岁的女性可能就没那么大兴趣了。就说有一次，我们给小雪安排了一场相亲，男方叫小张，也是35岁的单身男，身高180，年收入至少100万。外表看着挺帅气，脾气也不错，是那种挺稳重的人。我和小张见面聊了一会儿，刚开始他对小雪的要求没说啥，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能理解相亲嘛，谁都有点自己的期待。等他俩正式坐下来聊的时候，问题就来了。小雪一开口，直接就提出她的高标准：你年薪要是能到1000万，我可以考虑一下；要是能把家里搬到市区来，那也好商量。我在旁边一听，就感觉小张脸色有点变了，明显有点不耐烦。小张没忍住，直接就开怼：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吧，我年薪100万，在事业上也算有点成绩了，至于搬到市区，你也得考虑实际情况啊，现在房价这么高，能不能接受住的地方离市区有点距离？小雪一听也不开心了，马上反驳：我又没非要他住市中心，可至少得考虑我的需求吧，我也是个有追求的人。然后俩人就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起来。小雪觉得自己要求不过分，她觉得自己条件好，就应该找个更好的。小张呢，就觉得小雪的要求太不切实际，根本没法满足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着急啊，终于忍不住插话了，差点就发飙了。小雪，你听我说一句，你现在这个年纪和条件，想要找个完美的高富帅，可能性真的很小了。人年纪大了，就不能再像年轻时候那样挑挑拣拣。你得想想，自己到底要的是稳定的婚姻，还是一直执着于那些条件，追求所谓的完美？可小雪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，特别坚定地说：我不想将就。我觉得我这么优秀，找个比我差的男人，我肯定没法接受。我当时就觉得他有点自负了，他只看到自己的条件好，就觉得一定能找到个完美男人。但现实哪有那么简单啊？好男人不是那么好找的，尤其是那种各方面条件都特别好的。而且婚姻这事儿也不是光靠条件就能决定的呀。这次相亲的结果大家也能猜到，肯定是没成。小张直接就表示不合适，扭头就走了。小雪呢，还觉得自己没错，还是坚持自己的择偶标准。说实话，作为婚介所的红娘，我真是特别无奈。像小雪这样的大龄女性，因为高标准导致单身的情况，在我这儿太多了。说完小雪的事儿，咱们再来聊聊为啥同样条件的大龄男士就能轻松被女人追求，甚至很多都早早结婚了呢？这里面的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。首先，男性的市场需求相对较大，社会上很多女性即使自己条件不是特别完美，也会被那些条件不错的大龄男性吸引。而且社会对男性大龄单身的宽容度更高，不像对女性，年龄一大就好像被贴上了某种标签。
再一个，很多大龄男性在婚姻观念上更能接受包容和妥协，他们不会像有些大龄女性那样一味地追求高标准，而是更注重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适，能不能相互扶持过日子。比如说，有个叫大刘的男士，也是35岁左右，事业有成，收入也不错。他来我们这儿相亲的时候就跟我说，他不要求女方非得有多么高的学历或者多好的家庭背景，只要性格好，能跟他聊得来，两个人能一起为家庭努力就行。后来他就通过我们婚介所认识了一个普通公司上班的姑娘，俩人相处一段时间后觉得挺合适，很快就结婚了。这就是现实的残酷之处啊！每个人都希望能遇到那个最合适的另一半，可现实往往很骨感。特别是大龄单身女性，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自己的择偶标准，真的很可能就会错过身边的好机会。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听了我这话心里会不舒服，觉得我这是强人所难。但我从事婚恋行业这么多年了，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。好多女性就是因为一开始定的高标准，错过了最适合她们的人，最后只能在单身的路上越走越远。就说前几年有个叫小敏的姑娘，条件也挺好的，长得漂亮，工作也不错。她对男方的要求是必须有房有车，而且房子得在市中心，车子还得是豪华品牌。每次相亲，只要男方达不到她这个要求，她就直接拒绝。有个小伙子对她特别上心，各方面条件也还可以，就是房子在稍微偏一点的地方。小伙子说可以一起努力，以后换个市中心的房子。但小敏就是不愿意，觉得不能降低自己的标准。结果呢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小敏还是单身，而那个小伙子早就和别人结婚，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还有个叫玲玲的姑娘，她要求男方学历必须是博士，年收入的200万以上。她自己本身是硕士学历，收入也不错。我们给她介绍了好几个，不是学历差一点，就是收入没达到她的标准。其实有几个男士各方面综合起来真的挺不错的，对玲玲也很有好感，可玲玲就是不愿意将就。现在她都快40岁了，还是一个人，每次相亲符合她条件的人越来越少。她自己也开始着急了，但还是放不下那些标准。我就想通过这些例子告诉大家，婚姻不是一场交易，不能只看外在的条件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，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。如果你只盯着那些物质条件，而忽略了内在的契合，那很可能就会错过一个真心对你好，能和你携手走过一生的人。我也知道，改变择偶标准对很多人来说很难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。但咱们得面对现实啊，特别是大龄单身女性。你想想，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有更多的选择，能遇到各种类型的人。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选择的范围会越来越小。这时候如果还不调整标准，那真的可能会一直单下去。就像小雪，她其实自身条件很好，除了年龄大一点，其他方面都很优秀。如果她能稍微降低一点标准，比如年收入要求降低到50万以上，对房子的位置不要那么苛刻，说不定早就找到合适的另一半了。他总觉得自己这么优秀，就应该找个更优秀的，但他忽略了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需要相互匹配，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要求。我也不是说让大家随便找个人就结婚，而是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，更加理性地看待择偶这件事，多去发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，看看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拍，能不能一起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。我在婚介所工作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因为择偶标准而产生的故事。有的是因为标准太高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；有的是因为一开始标准高，后来降低了标准，反而找到了幸福；还有的是因为双方标准不一致，相亲的时候就闹得不愉快。比如说有一对相亲的男女，男方是个小老板，年收入大概80万左右，有房有车；女方是个公务员，收入稳定，长相也不错。男方对女方各方面都挺满意的，可女方觉得男方学历不是很高，只是大专毕业。女方自己是本科毕业，就有点嫌弃男方学历低。其实男方虽然学历不高，但在社会上打拼这么多年，见识和能力都很强。可女方就是过不去学历这道坎，最后这场相亲也没成。还有一次，
一个姑娘要求男方必须是独生子女，因为她觉得这样以后家庭关系会简单一些。我们给她介绍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男生，就是家里有个弟弟。姑娘连面都没见就直接拒绝了。后来她又相亲了好多次都没遇到合适的。其实有几个男生要是她能见见，说不定就成了。可就因为这一个条件，她错过了。我想说的是，这些择偶标准有时候就像一道道枷锁，把自己困住了。我们不能让这些标准成为我们追求幸福的阻碍。当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，这是没错的。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灵活变通，多给彼此一个机会。对于大龄单身女性来说，更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年龄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。虽然我们不能因为年龄就随便找个人结婚，但也不能因为年龄而过于焦虑，或者一味地坚持过高的标准。要相信合适的人总会出现，但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去迎接那个合适的人。我记得有个叫雅琴的姑娘，她一开始对男方的要求也很高，不仅要有高收入，还要有浪漫的情怀，会制造各种惊喜。后来她经历了几次相亲失败后，开始反思自己的标准。她发现那些能制造浪漫的人往往不太踏实，而那些踏实过日子的人可能不太会制造浪漫。她开始调整自己的标准，更注重男方的人品和对家庭的责任感。后来她通过我们婚介所认识了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男方虽然收入不是特别高，但人很踏实，对她也特别好。两个人相处一段时间后就结婚了，现在过得很幸福。所以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我们不能草率，但也不能过于固执。要学会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作为红娘，我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。我也希望大家能多给我一些支持。要是你们身边有相亲的故事，或者自己有相亲的困惑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丽姐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相亲故事，咱们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如何找到那个对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次再见。希望大家都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。